我第一组看错表了，我忘了我设置了一个热身步骤，跑起来过了10几秒，我一看手表是热身，我赶紧又摁了。哎，这才1公里，我弄个大的，准备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6号星期三，又是一起变强的早晨合练的时候，5点45大阪城公园。今天的课表是5个1公里，中间间隔，一般我们间隔不是1分半就是2分，我估计夏天得2分。一般这种合练还是建议大家把间隔的那一部分设置成手动摁G圈键开始下一组，不管是哪个品牌的手表都应该可以做到。这样的话，你早几秒晚几秒，大家能凑到一起去。我就是这样。今天5个1000米有点顶，因为从上周6开始都是很有强度的训练，就昨天轻松跑了1天。今天尽力而为。小伙伴们看，今天又穿上了新鞋。阿迪达斯的 Pro 4，我的第2双 Pro 4，看看这双的表现怎么样？感谢阿迪达斯。上一双穿的时候，第一次是周6的合练配速跑，当时跟大家也分享过，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总把鞋分成软弹、硬弹、韧弹和步弹。基本上我跟大家分享过几次是这样的，阿迪达斯这双 Pro 4，我认为是属于软弹，特步从5.0开始 ，5.0 Pro、6.0 Pro 属于硬弹，必迈的惊叹3 Turbo 属于韧弹，我认为惊叹 Fly 可能属于软弹，对，差不多就是这么个区分，没有好坏之分，就看你喜欢哪种脚感。好，准备，开始。
我第一组开错表了，我忘了我设置了一个热身步骤，跑起来过了10几秒，我一看手表是热身，我赶紧又摁了。哎，这才1公里，失误，3分20，应该是比3分20快，因为我多跑了10秒，10秒差不多80米、60米，对。没事，从第2组开始调整，休息90秒应该是。哎，我今天早上起来还想弄一个热身，这样先摁，到时候直接摁几圈会方便一点。所以就是习惯这东西，你改就不习惯了，而且有点快，还要1米多到上。你就卖，对。走，我就休息了1分10秒。哎，走。哎，我去啊！今日は疲れ。3分13，3分13，他们3分14，后面一个身位。这个季节
这天气没想到能跑进3分15，还真的好累啊！我跑那个1500的时候，差不多也就这样了，快一点点。买点凉水，上点凉水。啊，准备。哟，哎，走。太累了，6/3啊还有1分钟，太极限了，太极限了，热。天气热的时候，感觉吸进去的气会消失，然后腿就发软，就是这种累是心肺没顶住的累，不是肌肉。就是肌肉还有劲儿，但是肌肉因为心肺跟不上，氧输不进来，废物清不了那么快，导致肌肉会，它不是主动行为，被动让你感觉使不上劲儿，到后边300米腿发软。这个都能去这个在，这个波不对的，是的，这个好像是的。
还有5、6秒，走。2分18。确实不行了，感觉我很少会有这种吸不上气的感觉，很少会有。还有15秒，哎，10秒，哎，选手你的，走，来，走。
再一次，哎，阿里嘎多，3分14，再一次他们家仨，最后一，再一次亚拉萨，再一次比杜大萨，第二组跑了3分13，我就觉得最后一组没戏。第二组也3分13很极限，但是我觉得水泽先生第二组状态特好，我使劲跟一跟，要更带劲啊！最后在还有400米的时候，我稍微有一点泄气，就是那种全身的肌肉突然感觉供不上氧了，包括核心和肚子。有一个什么表现呢？就是并不是闹肚子，但是呢，就觉得是跟闹肚子那感觉似的。整个的这5脏6腑，其实就是胸骨以下，就是肋骨以下，肺跟心脏倒还好，因为它到了最大的负载了。但是最后的几十米，我找到了一点比赛最后冲刺无氧的感觉。这是个什么感觉呢？就是你周围安静了，安静了之后，你剩下的是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摆臂开始不由自主的变得大幅度，然后步频开始变低，步幅开始变大。再斗拉斗，再次，再次。最近其实像本田先生，像我这种参加了，你看他参加了多里江湖100公里，我参加了富士山这些，之后其实是一个疲劳的季节或者疲劳的状态。再斗都不知道，拉斯斗。所以老说训练要有连贯性，对，连贯性是我觉得很重要。不光是训练身体状态，就是你可能觉得一场比赛跑完以后倒不累，差不多1周，但是其实在这1周之后，差不多还有1周到2周，会影响你的极限表现。这极限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特长的那种，或者是特快的这种的，最后那一点点。你正常的训练，比方说像我那天跑那30个1分钟快慢，没有绝对强度，它就是精疲力尽，这种其实感受没有那么明显。这种极限的时候，你看大家都不行了。这种极限的时候就最后那一下不行啊！我来拉萨，来对不对？那次，哎，所以关于马拉松训练，在强度课的时候是不是要有所保留？我是这么一个观点。这个保留是靠训练的内容。是靠训练的内容来控制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比方说那天我跑30个1分钟快慢，或者比方说跑20个2分钟快1分钟慢，或者是我跑变速这种，甚至像我们跑10个或者12个400，这种其实你会有大概1到1.5成的余力，因为就算那12个400最后一个是全力以赴跑到60多秒，但是它也就只有400米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亚索800这个项目不是一个合适的训练项目，就是它连80%都达不到。如果它达到了你的80%，说明你还没有到练它的程度。就是800米不够长，休息那么长时间有点太长，之后呢对800米的速度要求又太低，所以导致那不是一个好训练。好训练就是要么绝对强度，要么绝对的消耗。这2个都有，可能也很极限。今天这个几乎就是2个都有。所以像1000米或者说1600米的间歇，或者1200米，然后我还看有人跑2000米这种就是你这一趟完了就真的是对你要求极高。像我今天这种身体状态就不会跑得特别好。像变速跑或者是短距离的间歇，比方400米的这种，
你会有绝对的极限，一般绝对极限出现在最后2、3组，你最后一组跑这400跑完，感觉肺都要咳出来了。但是呢，你能缓过来。你现在如果是400米，现在我就跑回去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强度课也是有70%的强度课的组成是那种能让你有余力的强度课的分类，比方说法特莱克，比方说短距离间歇，或者是不规则的那种不规则间歇吧，金字塔这种。然后剩下的20%到30%的强度课就是像今天这种。为什么跑今天这就觉得特别顶？还有像我们跑那6公里阈值，其实那不叫阈值了，那都是那个冲刺了。因为6公里对我来说短，我就把那个也当成100%强度的训练，就这么回事儿。所以不是说，那您在跑这种课的时候去故意跑慢10%，让自己有90%的余量。像吉普乔哥说，他的强度课会留出一点余力，他也应该是更多的是我那个意思。这块蝉鸣声太大，咱待会儿再聊啊。小伙伴们，我弄个大的，准备。刺激啊，好累啊！今天设置的全都是一尽全力。我们照相了。嘿，小伙伴们，8月6号星期三，又冷身了4公里回来。就给大家看一下这5个1公里的单圈数据。今天就像一开始跟大家说的那样，第一组启动手表出了操作问题，我忘了我在课表里配了一个热身，等于跑出去了，这是多少？20秒我才反应过来。所以第一个1公里手表记录的是3分20，因为我差不多跑出去了20秒才摁的计圈键开始第一个1公里。然后最后又多跑了20秒，当然那20秒稍微慢了一点，所以第一个手表记录的是3分20。从第2个开始比较认真跑，第2个手表记录的是3分12秒82，这应该是最快的一组。这一组水泽先生带得特快，然后就跟呗。当时其实根本没有精力低头看表。第3个1公里3分16秒96，第4个是3分18秒63，到第4个时候就已经有点跑不动了，喘不上气来。最后一个全力以赴顶了3分14秒40，虽然没有第2个快，但是确实全力以赴顶了。今天最后一组上来，大家都可能感觉都没劲儿了，然后都没冲起来。我一开始冲起来之后，就到了差不多，我回来的时候跟大关先生聊天，我说这跑场地赛跑多了以后，有好处也有坏处。坏处是一看还有400米。觉得还有一圈呢，好长啊！但是以前路跑的时候，一看还有，别说400米，一看还有600米，觉得很快就到了。所以人这个心态还是很重要。今天这5个1公里是又有绝对的强度，又有绝对的体力消耗，这种不宜经常做，其实就是穿插着，比方说你这周是这样，下周就调整。但是我们下周好像是6公里的阈值，也是这个2种都有，也是很艰难。然后这周6的配速跑，所以今天到下周3之间，我可能自己就不穿插太大的强度训练了，调整一周。那个周一就是前天那35公里的减加速对身体的消耗，那也属于就是什么都有，但是那个比这还要顶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今天跟大家分享这种强度训练所谓的流量成立。对，我再补充一点观点，就是像我们比方说跑12组400或者跑多少组1000这种，前几组也不用太刻意的留力，就是大多数时候你的前几组在你不刻意留余力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也会被动的稍微的留那么一点，不会都像最后一组那么的全力以赴，因为你毕竟还有潜意识在。你要是一刻意留，比方刻意留20%，也许效果就差一些，可能刻意留10%也许可以，我差不多不刻意留。像今天这种，就天气热也有一个天气热的好处，进入状态会比较早。其实第一组如果没摁错表的话，可能也是3分14左右，我估计也许比3分14还快。第2组3分13的时候，大家状态都很好，就不保留。到后边慢下来了，其实我没有怎么慢下来，我最后一组跟最快那组差1秒，但是其他的小伙伴们确实他们要比前面的2、3组要慢，可能慢3、4秒的样子。
那就说明到最后顶得很艰难，都没关系，只要你全力以赴。还是那句话，在训练场上尽量不让自己失望，就特别好。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